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米塔世界。在大阪和奈良交界的群山之角，隐藏着一座小镇。这里仿佛停留在昭和时代，每一条街都可以发掘不同时代的痕迹。这个地方就叫做石切。说到石切，这里的著名地标就是还保留着浓浓的昭和怀旧气息的石阶昌道商店街了。在去往石阶昌道商店街的路上，注意到一栋外观很特别的扁形建筑。抵达到商店街入口，就会先看到神社。这座神社是拥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神社内供奉天照大神的孙子饶恕日命，以及饶氏日尊的儿子可美真守命。这座神社也叫做肿瘤神社，据说对祈求病痛痊愈和肿瘤平愈的方面特别的灵。百次参拜是这座神社的祈愿方式之一。百次参拜是需要在神社内的2根摆渡石之间往返行走100次，以表达虔诚的决心以及强烈的祈愿，并向神明祈求心愿达成。这算是我们去过那么多间神社里最特别的一间。神社出来后，很容易被地面的味道吸引。这是关东煮的味道，但又和平常闻到的有点不同。石切关东煮比平常的关东煮，它拥有浓郁的酱油味。颜色也比较深，味道也偏咸。如果要比喻的话，就像是清汤和拉面汤的差别。商店街有1公里长，沿着斜坡延伸，是一条建筑与气氛还保留了昭和时代的传统韵味街道。街道2旁都是开业数十年的老店。售卖的主要都是当地小吃、占卜、药草、小神社及各式餐饮等约75家店铺。这条街原本是当地人前往神社参拜时必经的道路，有人就有生活，时间一久，这里自然就发展成了一条商店街。石切有2个必吃的小吃，一个是软的，另一个是硬的。
石切鲜贝非常的硬，除非对牙齿很有信心，不然不建议直接咬。可以先将鲜贝敲碎成小块后，再慢慢咬碎，或者含着等它变软后再咬。我们被这间玉果子的店铺吸引，这里售卖了各种各样的玉果子、麻薯、团子等等，看起来每一样都很好吃。我们到最后买了有季节性的生果子。店的对面有提供空间，可以坐在这里享用每月堂的玉果子。快走到商店街的尾端，会有一尊大佛。大佛本身高6公尺，加上底座总高度达到8公尺。在回去大阪的路上，我们来到了一间非常有昭和感的铁板烧店。据说这里是许多当地人聚会的地方，是一间铁板烧专卖店。こんな感じのハンドこれやるとね。左右だからな。多分それやろ。よしたよした。ああ、吉田。吉田言うてるよ。よしたとか。回到大阪时，刚好遇见新鲜出炉的起司蛋糕。这家蛋糕店在大阪具有一定的名气，而且也有好几家分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965円でございます。お待ち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5000円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ちら10時間以内に冷蔵庫であさってまで温まってくださいます。今天的旅游虽然在大阪，但也一点都不大阪，比较像是回到了昭和时代，体验当时的街景和美食。石切本身距离大阪不远，如果想离开人群，来到一个可以比较慢的脚步旅行时，石切商店街会是一个不错的景点。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